在这西南的深山里，一条新的高铁线路正在穿越村庄、道路与群山。在巨大工程背后，这里的日常生活也在悄悄发生变化。这一集，我们把镜头放在高铁沿线的公路旁，在那里，一些房屋正在经历震动、噪声与灰尘这些看不见的力量。这不是批判，也不是控诉，只是记录真实的村民生活，观察一条高铁落地时土地与人之间的细微联系。在公路边有几幢房子建于10几年前，墙体是老式水泥砖结构，承重依靠原始的钢筋与砖块。当高铁建设进入密集施工期后，大型工程车开始频繁往返，车体吨位大，马力足，每一次经过都带来微弱而持续的地面震动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种震动也许只是1秒钟的轻微不适，但对老房子来说，它却可能是一场漫长的考验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村民发现墙面的裂缝一点一点变长，部分砖块边缘出现松动，角落里原本整齐的腻子层变成了细碎的纹路。有人说，这是老房子本来就会出现的老化，也有人认为工程车的长期震动加速了这一过程。我们无法在这里给出结论，但裂缝是肉眼清晰可见的真实存在。我的去的力量嘞，还给你穷的呀，猛家的力量。老管猛将全门没裂，老管。你紧等的嘞？紧等的你缺的想裂开。穷的都等了啊！我连山路穷的，一道路一路都猛的都等了。我一道都送我这么多地方好多，我一道都等了嘞。那喏。我一道都等哎，我有没有拿到啊？我不给拿到啊。啊。那喏，阿爸。我穷的等哎，我山路。我辛苦过的，我有什么的，我能开的车嘛，我开的这个。嗯。喂，喏，一到那等哎呢，还搞阿套呢，等了呢。嗯。这个山路，他你真的熬个背特别了看。喏，我在这家里呢，但是我这总是在那个这里然后那个紧等的都裂了开。喏，我叫什么？哦，这粉大都搞阿了哎，这等的裂开那个紧等的开。嗯。他对你进去缺个地基那些都有影响了。他们东西嘞，刚到红山，全开的那种嘞，肯定弄得紧等的这些。嗯。他们你真的熬个还给少贴了我那背特别了饭。饭啊！看我听到个真的还给打我就能讲厂里讲我不难受，缺的背个特别那个。讲我恩先。连了经理去过还不叫你讲嘞？我弄那个背你个是吧？对，我在你家里我不记得，然后我什么都不开这个的，我开呢，叫出门都想好的呢，我有什么没得呢，一到一等了可能。嗯。你这忙个哈子路哈都个都紧等的影响那个啦。嗯，那个又开了呗。哦，又开了，一给他哈个，去你瞧，他就瞧的红了地多哎，这个瞧了讲哎。嗯。你别莫个路在喊跑哎。啊。那是喊开那个。是喊开那个那个斗超课，你知道啊那个，一给这种不老紧的那个斗超课这一次的升等的呗。嗯。那东想都喊这个。想裂开可好？都裂开个那个这影响的。他们你那个想那些用给起个嘞，那些没得老个想。没得老个给吃呗。给这对我的裂开呗。相当于一个想喊到个分析班那个紧等了裂了个。这是紧等的了呗。嗯。那一档都等开，整个都紧等那个先得飞呗。嗯。先得飞个。飞个，那是穷的好的呗，都用动，用开年用还没得用开年的那个，给上路的用开年的那个。啊。那穷的多，人家紧等就等着，你别搞个哈土啊，给我们。尽量的扎些好了，那个叫你嘞，那我的那个还帮人嘞，叫你哥哥。我上路了，用不得那个裂了。他们那个去用给起么给年费噶？16年不嘞？哦，还要新呗？啊，新的嘞，学啊一年给个，1年。你马上好了，钞票还你那个也给可以。除了震动，还有声音。
为了赶工期，工程车辆在夜间也不断运行。深夜里，山谷本应是一片寂静，但在公路旁的住户眼里，夜晚与白天并没有明显的区别。伴随施工的是重车加速的轰鸣，轮胎与砂石擦过的摩擦，砂石装载物轻微碰撞的回响。这些声音单独听来并不刺耳，可当它们贯穿一天的24小时，最终成为一种持续的压力。有村民说，白天还好，晚上睡觉时声音最明显。也有人已经习惯，听久了也就那样。高铁建设正在改变这里的生产结构，但这是一种肉眼无法看见却随时能听见的变化。我们就二环不有车哦，蹦啦去啊！这个那有时候屋顶虚实个二环可样。因为他上次不给他稍微险护的呢。哦，搿二环呀，豆腐桥不歇个，24小时开那个。我们这按先亲自里向个就是举办个啦，能在里面那个举办。他们也是那个落叶个那影响都些个二环坑里去个。那给不二环的关系啦。你坑去了那个炒新闻。不行啊。你也跟弄啊？岂止懂？哦，你跟不啷个啊？二环的那个闹到这边今年那是那二环北面挖起到拉着。那个那。我讲大我给打破，我给打破，从公路来包天包地个个。那个我个吧，还我的呢，坑下去东坡那个香个了，红的样子都堵里了个嘞。给他好来是我们包子那个。你是讲东家么也还我的呢，敲门个是能天些些那个敲门给他都个是东坡那个臭个。你要我拿到办法，我那个北府那边也是么的。你能天嘛有敲门更起面你线嘞，你肯定24小时开，还那么有非电线嘞。那能天嘛，啊在摇摆面能成那些以后肯定这个那些开的个嘞。开的那些东坡那个臭个就是。有恩有臭。有恩哇。还你二环坑里去不个？你哪能办法呀？肯定个。这自家带了，我真坑个嘞。哥那个那干面开那个哈。这样子嘛，不行那干面那干面不歇个。不歇个嘞。那个说不行，上样对你全门苦。就些哈，把你比那个上头家了该唱了吧？在许多沿线村庄、公路旁的房屋，并不是密封严实的现代建筑，窗框老旧，门缝略大，空气流动带来的影响更明显。当工程车行驶带起灰尘，空气中会出现肉眼可见的淡黄色薄雾，灰尘落在窗台、阳台、晾晒的衣物上。有些居民每天都要擦好几次桌面，而在天气干燥的日子里，灰尘甚至会进入客厅、卧室。这不是灾难性的污染，却是一种持续的、日常的干扰。在大工程面前，灰尘似乎只是微不足道的副产品，但对住在这里的人来说，它影响着生活的每一天。这里并不是对立，也不是冲突，更多时候是一种共存。一条高铁是国家级工程，它带来连接，带来机遇，而工程落地的地方则承担着施工阶段的各种细节影响。村民们说的最多的不是抱怨，而是希望早点结束，希望房子不要继续裂。生活继续，人依旧在房子里穿行、做饭、休息，在大车经过时停下动作，在灰尘落定后再扫一次门前的地。这是世界的一个缩影，发展的脚步向前，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在悄悄适应、调整和忍耐。恩心啊，东坡了恩哎，东坡了恩就是我来吃力了，修会样不？吃力你弄吃了瘾哈。哦。一想说好多。那个门那不敢开。门都不敢开。一想说好多么这些会恩哈。都吃开不咬死恩哈。吃了瘾个吃哈，影响特别多哈。看你是那想，你是那想的说不出来了不嘞？修了没法说呗。说5点了吧？说5点嘞。哦。你们没猜，意思都是写起的呢，又没能说。没能说，喊哪里来谈好，不喊办那个好。一大年录音，都是当时里写的，当时里写他的。那些来了，上帝演讲了又来。你我们这个用不这个咱们家这个脸里这个。这接着我中国那个东北，我接访那些小队长用的咱们我接个子。不用的咱们就刚这个接那个，带到去你办5个老夫去了这个接完。他们讲学你办5些跟进去做好不去吧？你办5个了，风光不缺的。过年嘛。今天咱们要呢，
去年洗了去，那个我那我一张都不老洗呗，洗的那是个噻，不是呗。因为么子是孟江是九江的嘛呢，晓不晓得呢？九江孟族。然后九江的他不吃呗。都有回恩哈。都回恩了哎，那你得要贴几样张呀？你们说这张不吃呗？你们个大包装的我的，奶奶说的了，这个是130呗。130了呗，现在回恩是不讲究呗。你莫怪到他接了这鱼吧，还拿他贵样的嘞，你走到群里都当不了拿他呗。是。你要的是我一干好了不敢啃了呗，还表表下去呗。是，操心哈，只有回恩呀都行。你听个放了样个瞧，叫人们那行想了放了不？红环你可以说是表表下去呗。反正我。他不，你那是那敲了一个那个彩票白木啊？我那个我的鸟不是说给他53块呗，你给讲明到底了，你喊你蒙的个喽。那他不让他呗。去那这我干了他了嘞。是。我们也老实人也得不到那个我，还给楼讲的，还给上面的，那到底吃呗？一个哪能办法我也能不来吧？我老实人跟我给他不听我你不讲，叫你给我们，但你个你不要没用，你不非去动嘞，你不工作了不嘞？我但你个没用，你不非去动，能。这些都俺能不来干，这个谁都能用能力来把你了。要的是经济。当我们再次走进这些裂缝、灰尘与噪声，它们并不是宏大叙事的一部分，而是平凡家庭的日常。每一道裂缝背后，都是一个家庭几十年的积累；每一夜的噪声，都是一个住户试图入睡的努力；每一次扫地的灰尘，都是生活被影响后的一次修复。记录不是为了夸大，也不是为了渲染，而是为了提醒我们，宏大工程与个体家庭之间，有时只隔着一条公路的距离。高铁继续向前延伸，改变着区域结构、交通速度与未来的想象。而在它经过的地方，村庄、房屋与日常生活，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发生变化。这一切都值得被看见。如果你愿意，欢迎订阅本频道，让我们一起继续记录这段关于土地、关于时代，也关于普通人的真实纪实。